其实我常常接到客户的需求说，我在波士顿可能就这么1到2天，有时候往往是1天的时间。那他们希望这段时间用1天的时间能够看到房、买到房，至少把我们的文书作业都做好。这样的任务，其实在我这么长的经历当中还蛮常见的。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今天的这个主题：24小时买房挑战。当你刚到波士顿的时候，我还不会马上带你去看房，而是会坐下来和你聊聊天，整理一下你的买房思路。很多人在出发到达波士顿之前，已经打开 app 就开始一直疯狂晃，这也好，那也好。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想清楚，真的要来看房之前，有几个问题大家应该先想清楚。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我通常都是跟客户厘清他实际上的需求，他主要通勤的需求，那或者他平常生活需求，他有没有特别需要，比如说去练网球呀，或者他特别喜欢吃什么餐厅啊，这些都是我们一开始就要厘清的。第二个就是你真实的预算是多少。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他们常常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不想要跟人家讲说我到底要买多少钱的房子，他们怕就是中介会尽量把这个价格往上拉。但我的经验是，如果一个好中介，像我们自己的话，我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我更想要厘清的是说，到底对于您来说，能够花多少钱买到合适的房子才是你的舒适区。那比如说经过交谈以后，如果说预算是100来万的话，那可能我通常会提醒买家，你还需要准备一些费用，比如说过户费用、家具的费用，100万绝对不是你所有的预算。所以我们会需要这种交谈以后来确定客户的购买能力，或者是说他们想了一个数字，但这个数字如果他是需要办贷款的话，我一定会跟客户讲说，在你来之前，先把你的 pre-approval， 也就是把你预批信先拿到，或者是把你相关资料先准备好，这样至少你会很清楚可以负担多少钱的房子。第三个我会想要厘清的是说，这个房子对您而言是一个纯投资的商品，或者是完全想要自住出发，或者说你可能有一点说，哦，我可能想要先在这边住个5年之后改成出租，这些不同的需求，其实他们思考方向都不一样，那我们会去推荐的区域或者是房型也大概都会不太一样。现在还剩18个小时，既然我们厘清了头绪，那我们就正式开始看房之旅吧。第一站，我们来到了 Seaport。在 Seaport 的话，这边是波士顿新兴发展的区域，这边房子基本上都比较新，然后也是比较符合我们现在审美这种高楼大厦。那这边也有很多的餐厅以及生活所需的店，比如说我个人很喜欢去的指甲店，或是一些疗程 SPA 店这种等等。那像这个地方的话，很显然它就会比较适合年轻人或者是单身的人群。那适合自己先住在这边，然后为了求方便，因为这边离很多大公司都很近，那喜欢这种比较舒适的生活的氛围，然后打算5年后可能还要换房的人们。好了，那我们第一套房子看完了，其实还记得我们早上有讨论到，所有的房子基本上都是把综合考虑，包括我们的位置、预算，还有未来的生活形态。其实这3个问题就可以把我们一个人他的生活的样子就给描述出来。比如说，你的位置就是会未来你生活的环境会是怎么样，那你的预算的话会关于你居住的品质，那你对于你的生活需求，其实就是你未来的生活形态会长怎么样。所以这3个问题其实都是我们必须好好去思考的。这3件事情的答案其实每个人一定都不太一样，一种状况适合某种人，但也不一定适合另外一种人，所以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经过我们早上看的第一套房，至少你知道有一种人他的生活是长这个样子，就他喜欢。好啦，我们现在还剩下13个小时，我们去看看一个我觉得宝妈宝爸会很有兴趣的地方。那这个地方的话，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区域，也就是 Newton。我觉得整个它生活很方便，但它学区好，它有一点像是混合在市中心和郊区的那种感觉，就是基本上它是一个很好完美的平衡。它有方便也有，但是郊区的感觉它也有，那生活也还算方便。那今天我有家庭有小孩的话，这个地方肯定就是我一个重点的区域。再一次，其实每个人生活状态不同，他的需求肯定也就不同。比如说你今天是单身，或者你今天是刚结婚准备要有小孩，或者是已经有孩子要准备第2胎，或者是说你的家庭已经很稳健，然后想要到更好的学区去。其实这个话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其实看房子就是这样子，就是你每多看一套，你就是在更厘清自己的需求，你就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其实我觉得当初像我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当初我26岁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我大概也看了大半年，至少看大概60套到70套左右，然后那时候才下了第一个决心。但即便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很多决定，如果让我现在重新来过的话，都可能还是会做不一样的决定。比如我可能就会买个townhouse，或者我就不会买一个condo。
诸如此类的。其实有一些地方，像我现在以这个专业来讲，或者说我现在已经在就是全职做这份工作，我觉得很多地方我肯定可以做得更好。就不光是帮你买到房子，还要买得对，住得好，省下更多的钱。买房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其实它更像是我们要在波士顿安身立家的一个锚点，所以有了自己的房子才安心。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专业的经纪人帮你买到好房子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时间已经过去1大半了，还有8个小时。我们看了适合单身小年轻的 Seaport， 也看了能让有娃家庭兴奋的 Newton。最后我们可以去看看家里有老人的家庭应该看什么房吧。那最后一个场景的话，可能是给家里的长辈购买，或者是自己准备将来退休要用的。那这样子的房子的话，其实会有许多的特点，比如说他会希望是一个大平层，比如说它的厕所的高度不能够特别的高，最好是越接近平越好。那或者是说他们会有客户，他会希望他的别墅1楼是有一个带主卧、一个独立的卫生间，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避免爬楼梯的麻烦。那这个中间还有很多事情注意的点，其实细讲话可以讲一整集，所以我觉得这边先留一个悬念，替大家挖一个坑，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才是在波士顿的锚点，有自己的家才安心。其实看房整理房源就是这个样子。一开始看每个人可能他们心中都会有个泡泡，觉得每一套房子都很好，但是其实真的把我们自己目标厘清之后，其实我们大概就知道我们真正的想要的是什么。包括今天到底这个区域是不是你真的想要区域，我也就遇过他一开始专门看 Wellesley 这个区域，但是后来他理解他大部分的事情其实都发生在市中心，所以他后来他就渐渐把 Wellesley 换成 Chestnut Hill 或换成 Brookline、Newton 这些区域，或者是说有一些家庭我也发生过，就是比如说他一开始他就想说他们刚结婚，已经有一个孩子了，但他们因为想要从市区搬到郊区，但是像在 Belmont 他其实房子非常的少，非常的难抢，所以找着找着其实就心灰意冷，他就说那干脆我们的2房也可以吧。但是那个时候我就会跟他讲说，其实你们现在已经结婚有孩子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无论怎么样都需要至少3个房间，2个房间其实你基本上你是真的完全不用考虑，不然的话你可能1、2年后又会过来跟我讲说要搬家。24小时也快要结束了，其实感觉也蛮快的。像这样的时间我会很珍惜，对我来讲，你们更像是我的老友。我很想看到你们在这座城市能够找到一处属于你们自己的心仪的港湾。所以在这几个小时中，您有更厘清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房子，或是找到自己的房子吗？如果有，恭喜你，离你的想要成家、想要定下来的梦想又更近了一步。那如果没有，其实这也很正常，因为这些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思考的问题，所以慢慢来没有关系。但我希望透过这24小时，让您厘清您想要什么，不要什么，未来刚往哪个方向走。我一直都希望我们就是不只签一张合约，那更希望是未来就算10年、20年，我们都还可以一样保持这样子好朋友的关系。好啦，我也准备回家了。就像我说的，陪你走一段是我的工作，陪你走一辈子才是我的生活。我是 Emily， 我是一个在波士顿生活超过10年的台湾人，我们下次见喽，拜拜。